大家好，我是 Klaus。最近中国深圳有名的赛格大厦出现晃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人们争先恐后的从大厦逃出，而附近的其他人并没有感到晃动，只有赛格大厦。网友模仿了五毛的口气，分析了这次事件。摇晃当时，我同学在现场听到有人喊 OMG， 正常中国人遇到紧急情况谁会这样喊？里面冲出来的人很多满头大汗，西装领带的，都是美国政府的工作服，这不用我解释了吧？深圳是什么地方？华为总部的所在地，华为和美国的矛盾大家也早就知道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在摇那个楼。赛格大厦一度是深圳的第3高楼，在世界最高楼上也是榜上有名。大楼79层，楼建成才20年，当时建楼的速度非常快，平均2.7天一层，被当时中国的大内宣称为中国速度。中国是有速度，但却没有质量。这次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建筑豆腐渣工程的讨论。豆腐渣工程一词最早出自中共国前总统朱镕基之口。1998年夏季，中国发生特大洪水，朱镕基在视察长江溃堤时，怒斥这是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出事故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2007年，九江大桥被一货船撞塌，桥塌了，但是船没事。事后专家组成立的第2天就宣布桥梁质量合格，最后没有高官落马，但船长却被判刑6年。2009年，上海的莲花河畔景苑在建楼房，7、8万一平，上亿的大楼就这么直接利索的躺在地上了。2010年，河南伊河汤营大桥坍塌，造成几十人死亡及失踪，桥上的养好公路服务人民的宣传横幅非常的讽刺。2012年，黑龙江哈尔滨耗资18亿的阳明滩大桥刚通车不足1年，桥体坍塌，车毁人亡。甘肃87亿打造的高速公路通车半年就开裂了。2019年，在深圳和杭州1天之内就发生了2起居民楼倒塌事件，还有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有居民楼墙体被大风吹落的事件。这个是网友曝光的用手就可以掰断的钢筋，还有网友用传说中的一阳指展示了能轻易戳破的墙体。还有一个让人看了更无比震撼的，2019年4月，在河南，一男子站在楼顶打电话，楼顶的建材突然整个坍塌破裂，男子跟破裂的建材一起从18楼坠下，因为豆腐渣工程被自杀。怪不得在国外很火的屋顶微拍和屋顶跑酷运动在中国流行不起来呢。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不仅在国内富有盛名，更是扬名于海外。2009年，中国承包的印度电厂项目烟囱发生倒塌，导致至少26人死亡。2017年，中国建造的肯尼亚大桥在即将完工前坍塌，导致几十人伤亡。2018年，中国为厄瓜多尔贷款190亿元，建造了6个水电站大坝，但是大坝在投入使用不到2年后，就出现了数千道裂缝，让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多名政府官员乃至厄瓜多尔副总统因此入狱。不仅在建筑行业方面有豆腐渣的现象，去年中印冲突的时候，有爆料解放军的军车被印度用石头砸穿。这些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来对比一下古今中外，一看便知。建立于1400多年前隋朝的赵州桥，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甘肃兰州黄河上的中山铁桥，1909年由德国的泰来洋行建造，钢筋水泥全部为德国进口，至今110年了，仍然可以使用。该桥保护期80年，在1989年保护期满后，德国方面曾致函兰州市政府，提醒保护期满，注意后续的保养和使用。豆腐渣工程在中国频频发生的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中国社会当前信奉金钱至上主义，有油水不捞，有便宜不占，会被认为傻白甜。所以质量问题不只是在建筑工程方面，而是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的。中国造假掺假的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这个只要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深有体会。当然了，除了新闻界，网络流行的段子说中国人相信中国奶粉有假，中国疫苗有假，金银珠宝有假，各大名牌产品都有假，买什么都要进口的，但是却相信中国新闻是真的。第2个原因，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所以缺少有效的问责机制，出了事故没人负责。最近也恰好是汶川大地震的13周年祭。201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3级大地震，上千万人受灾，震动了全世界。地震过后，很多家长惊讶地发现自己活过来了，但是自己在学校上学的孩子却没有。当时是中国大量建学校的高峰期，学生大多在新建的教学楼上课，相对较旧的居民楼在地震中相对完好。
而学校的教学楼却沦为一片废墟。这是四川都江堰市的巨源中学，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1000多名师生被活埋，而附近的楼却毫发无伤。震中多个城市的学校都是这样。要是用五毛的逻辑去分析，那这些明显就是境外势力搞的定点爆破。地震过后，很多家长聚集在一起，想为死去的孩子讨个说法，结果多名家长被抓入狱。政府只公布了伤亡总人数，一直到了1年以后才公布了死亡的学生总数，但是却没有给出具体每个学校的人数以及死亡的学生名单。很多人质疑，因为豆腐渣校舍问题，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有大量调查豆腐渣问题的民间人士都被拘捕，其中四川著名作家谭作人在2009年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名逮捕，判处有期徒刑5年。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黄琦因为调查豆腐渣问题被冠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入狱3年。刑满释放后，在2016年又被冠名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直到现在还在狱中。豆腐渣工程是国家机密，中国政府一不小心承认了豆腐渣工程就是国家工程。今年汶川地震过去13年了，依然有很多人在坚持为事故问责。一名学生家长鲁碧玉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王子是其终身的痛。鲁碧玉多年以来为王儿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责任，即便曾经被捕被拘留达50次，身心饱受煎熬，但仍会坚持，不会放弃。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和政府的权力太大，用一个经典的电影台词来说，就是裁判、求证、旁证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斗？这么多年来，很多因为豆腐渣工程受害的人们还在不断的上访，大部分人为此倾家荡产，很多人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含冤昭雪，得到政府的巨额补偿。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领导都换了几届了。自古以来，中国民告官就很少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国人在官本位和御民统治之下，还是会对强权抱有幻想，始终认为上面的人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有问题。只要盼到了个青天大老爷能为民做主，就会跪在地上感恩戴德，而不是思考如何改变这个制度，或是想方设法离开这块盐碱地。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通过成都49中的事件，分析了很多中国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常常被背锅的境外势力。网友多拉烟梦说，政府要人民缴税时，你就是国家公民；人民要政府办事时，就沦为境外敌对势力了。网友阿良说，天黑请监控器闭眼，杀手请睁眼。网友 Zeka666 说，但是回合结束却投不了票。网友 Scott Young 说，我认为警方至今没有公布尸检结果和凶器是最有力的反驳。既然这人认真的尝试过自杀，并且尝试过用刀割腕，那手臂上应该有对应的伤口，如果没有，那也会有对应的痕迹，这是无可置疑的。给出尸体左手的照片就能说明一切。其次就是他用来割腕的刀，刀刃上一定有这人的生物样本，刀柄上一定能找到这人的指纹。就算有人用同一把刀在尸体上再划出切口也没有用，因为这一操作瞒不过技术手段。距离跳楼发生已经很久了，这么重要的物证没有公布，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